红军村俄军15公里溃退，防线彻底失控。黑海猛击，乌军蛇岛歼灭俄苏30，俄军战机大失血。乌军空袭升级，100架无人机横扫俄境深处，5大炼油厂停产。乌军袭击伊朗援俄装备船，俄乌冲突影响蔓延中东。特朗普普京正面对决，乌克兰命运成焦点。欧洲全面压制俄罗斯，瑞士跟进，乌克兰获重型武器援助。亚塞拜然正面硬刚，俄影响力被挤压。近日，乌克兰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多项战果，尤其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及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战斗中表现突出。日前，俄军在红军城东北翼多布罗皮利亚方向遭遇重挫，被乌军第93机械化旅彻底击溃，仓皇撤退约15公里。未能撤离的俄军132摩步旅士兵中，40余人被俘，32人受伤，其中16人伤势严重。收复失地后，乌军随即炮击俄军阵地，并动用坦克装甲车及多架 FPV 无人机继续推进，攻势持续数小时，战斗激烈。俄军试图向红军村增兵，企图强攻，但在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的精锐阻击下未能取得突破，红军村的战事因此持续白热化。乌军防线稳固且范围不断扩大，以收复普拉夫尼村，并继续对新顿巴斯、卢比日内、库图佐夫卡、金井及沙霍夫方向的俄军展开清剿和反包围行动。与此同时，乌军在顿涅茨克其他区域也发起反击。在托列斯克战场上，乌军柳特旅海啸突击团击毙了3支俄军小股突击队，并缴获了装备精良的急救包、AK-12 突击步枪、热成像仪及高质量防弹衣。这些装备在俄军中极为罕见，显示出对手的精锐性质。在多布罗皮利亚一带，乌军正在清剿渗透至后方的俄军小股部队。乌方情报显示，俄军近期尝试派出数人规模的小队潜伏至乌方防线深处，待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再发起行动。然而，由于乌军在当地部署了多层防线，充足兵力、持续火力与无人机监控，俄方难以组织大规模进攻，只能采取这种缓慢、低效且代价高昂的渗透战术。乌军还空袭了俄战叶纳基耶沃，目标直指第28空军学院及驻扎于此的俄军第132飞行中队，并摧毁其弹药库。夜间火光与爆炸持续到清晨，成为本周对顿涅茨克打击最为猛烈的一次。乌军总参谋部通报，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局势已趋于稳定，小股俄军渗透行动正被逐步清剿。过去24小时，俄乌双方在乌东地区共发生141次交火，乌军歼敌940人，摧毁重型装备48辆，每套每门。俄军在右翼增援虽迅速，但已错失战机，关键公路被乌军牢牢控制。亲俄媒体此前声称俄军一天收复150公里的报道被证实为夸大，其在该方向已陷入困境。乌克兰地方当局对此表示感谢，称前线已稳固，并将继续协助军队维护社区安全。综合来看，乌军在红军村及周边地区的稳固防线和反攻行动，不仅巩固了控制区，也为进一步反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扎波罗热方向，第118机械化旅击退了俄军对奥里西夫卡的进攻，摧毁了1辆坦克、1辆步兵战车、4辆越野车和4辆摩托车，毙伤俄军26人，同时阻止了俄军从维尔博维向新普罗科皮夫卡的推进。乌军第21突击团和128旅第133营在卡缅斯基镇北部展开反攻，收复了大部分住宅区及多个阵地。此外，赫尔松乌军无人机分队摧毁了克里米亚的 TLRK-10 Stalin 雷达站，进一步削弱俄军远程监控能力。在苏梅方向，乌军已成功夺回俄军控制的18个阵地中的6个，其余阵地的俄军士兵处于高度戒备，惶恐等待乌军进攻。在卢甘斯克州方向，乌军向斯塔罗比尔斯市推进约1公里，而利曼方向，第3亚速军第2机械化营、第1和第2突击营正沿里德科杜布发起攻击，战斗仍在进行中。时隔不到2周，
俄罗斯空军再次遭遇重大损失。乌克兰海军情报部门截获俄军无线电通信，显示一架苏 30mm 战机在蛇岛附近坠毁。根据 R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这架战机在黑海上空失踪，最后出现的地点位于蛇岛附近，随后在海上发现了残骸，但飞行员的踪迹未见，驾驶员很可能已葬身大海。莫斯科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蛇岛是乌克兰重要港口敖德萨的门户，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这里曾是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2022年7月，乌克兰重新控制该地。就在2天前，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高调登岛视察黑海天然气基地，不久之后便传出俄机坠毁消息，引发外界猜测，大概率是乌军击落，或者通过电子战干扰迫使其失控。据悉，自2025年以来，俄军已新增损失战机52架，直升机10架。与乌克兰空军相比，俄军战机近期出动频率大幅下降，前线制空权正在逐渐向乌方倾斜。如今，俄军更多依赖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远程打击，而成本几乎是乌军的10倍。福布斯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空袭开支高达134亿美元，其中57亿用于采购无人机，其余77亿全部用于远程导弹。同期，乌军对俄空袭增加了2倍，但总耗资仅 12.25 亿美元，其中11亿用于无人机，仅 1.25 亿用于导弹。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乌军对俄罗斯的空袭，尤其是针对莫斯科的打击，已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俄方的日常压力来源。另外，芬兰近日指控俄罗斯 Eagle S 号邮轮破坏波罗的海水下基础设施，该船属于俄方受制裁的影子舰队，这是芬兰首次做出类似指控，为本已紧张的俄欧关系再添新的摩擦点。8月15日凌晨，俄乌战场再度进入火力对轰模式，俄罗斯一口气向乌克兰投放97架无人机与2枚导弹，乌军在防空体系全开之下拦截击落了63架无人机，其余34架无人机与2枚导弹仍然突破防线，命中乌境内13处设施。几乎在同一时间，乌克兰也展开猛烈反击，向莫斯科、图拉、罗斯托夫等13个俄境内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和乌东多处俄军目标，倾泻了近100架无人机。整晚的俄境多地传来爆炸声，冲击波席卷城市与军事设施。最新消息显示，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夜间遭遇多起袭击，其中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的扬兹兰炼油厂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公司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该厂年产量达890万吨，其关键装置 L5F6 原油蒸馏装置遭到打击，多个储罐也严重受损。F6 装置是炼油厂的核心加工单元，承担长压和减压蒸馏、二次蒸馏以及汽油加工等任务。此次停工或设备受损可能引发区域性燃料短缺，对当地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造成影响。报道称，当时至少有10架乌克兰无人机连续攻击厂区，火光冲天，爆炸不断，炼油厂可能被迫停产。该炼油厂距离前线约800公里，显示乌军无人机打击半径已显著扩展，展现出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此次袭击期间，萨马拉机场因无人机威胁暂停航班降落，州长费多里谢夫称这是临时措施，并表示将尽快恢复运营。事实上，俄罗斯关闭机场的情形已屡见于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成为俄本土防空压力的常态化表现。前一天，乌军还重创了俄罗斯最大之一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该厂年加工原油1480万吨。基辅方面已确认袭击成果，并称该设施可能因此停产数月，对俄军能源保障造成重大影响。在过去12天里，乌军已连续打击并迫使5座俄罗斯炼油厂停运，合计年产能超过5000万吨，占全俄约1/5，包括8月2日的梁赞炼油厂，该厂年产1310万吨。
占俄总产能约 5%， 年产830万吨的新库伊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年产702万吨的阿菲普炼油厂，以及萨拉托夫油厂，年产700万吨原油。乌军显然在大规模恢复对俄战略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意在削弱其轰炸与后勤能力。另外，最近消息还显示，梁赞州附近的 Lastic 工厂火药车间在沼泽地突发剧烈爆炸，俄罗斯媒体确认车间已被彻底摧毁，至少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现场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爆炸破坏范围极大，厂房几乎完全毁坏。初步报告认为，事故可能由安全操作不当或管理疏忽引发，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乌军总参谋部称，2025年以来，这类深度打击已让俄罗斯直接损失超过 4% 的 GDP， 总额约741亿美元，其中每10次打击就有1次发生在距乌国境逾1000公里的纵深地带。路顿涅茨克地区叶纳基耶夫的俄军第51军第132摩步旅指挥所与一处大型弹药库也被击中，引发巨响与持续爆炸。乌方意在系统性削弱俄军的战争支撑能力，使俄后勤体系步履维艰。8月15日，乌克兰军方宣布，其特种部队成功袭击了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地区的奥利亚港。这一港口距离乌克兰边境约650公里，前线超过800公里，是伊朗向俄军运输军事装备的重要集散地。行动中，满载沙赫德无人机部件和弹药的奥利亚港4号货船被击沉，所有物资沉入海中，造成俄方重大损失。尽管俄国防部尚未回应，乌方可能藉助远程无人机或埋设炸药完成打击。这次行动显示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持续提升。自2025年以来，乌军深度打击已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约741亿美元损失，占其 GDP 超过 4%， 进一步加大俄方压力。奥利亚港位于里海南岸，是俄罗斯唯一直接通海的内陆州，同时拥有多处军事基地及洲际导弹发射场，其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此前俄方一再否认接受伊朗援助，但西方情报卫星多次确认伊朗通过海路向俄输送装备。伊朗此前一直是俄军主要外援来源之一。此次袭击显示，俄乌战争的影响已超越两国冲突，波及欧洲与中东地区。尽管伊朗仍支援莫斯科，但其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情报部门预测，伊以可能在8月底再次爆发冲突，这或将削弱伊朗对俄支持的稳定性。同时，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对俄在中亚及中东的战略布局构成直接威胁。8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1号前往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埃尔门多夫理查德森空军基地举行会晤。这一高度保密的基地首次成为美俄领导人会谈场所，引发全球关注。美国代表团共16人，俄方由外长拉夫罗夫、防长别洛乌索夫领衔。会场外，美国民众手持乌克兰国旗大规模集会，阿拉斯加街头呈现蓝黄相间景象。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将亲自铺设红地毯迎接普京。峰会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平台和媒体强调此次会晤高风险，并对俄方发出强硬警告，称若拒绝停火将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他提出硬威胁加软利诱的策略，威胁美欧联合制裁俄能源产业，削弱其在乌克兰战场的资源调度能力，提出解除部分航空业制裁，为波音、空客开辟市场，联合开发阿拉斯加油气资源，并允许俄罗斯参与乌东地区稀土矿开采，这可能影响全球新能源产业格局。特朗普指出，领土交换议题最终由乌克兰决定，并可与欧洲及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但不以北约名义进行。对于普京而言，峰会既是经济机遇，也是政治风险，更是打破外交孤立，向全球展示的宣传平台，可借此直接影响特朗普并争取对俄有利的协议。乌克兰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美方可能接受俄方提出的方案，而乌方无法接受。
从而承受来自美欧的压力。会谈定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持续不超过7小时。峰会期间，俄罗斯在苏梅和第聂伯罗地区发起袭击，显示其停火意愿有限。普京表示，如果美俄能就进攻性战略武器管控达成协议，将为全球长期和平创造条件。这涉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自川普退出中导条约后成为美俄核计划的主要约束，并将于2026年到期。总体来看，阿拉斯加峰会既是外交较量，也是战略博弈。特朗普依托美国国力具备一定筹码，但普京在战场与谈判上的优势，使得迫使俄罗斯全面停火并不轻松。此次会晤可能成为政治表演，也可能在局部议题上达成有限协议。无论结果如何，其地缘政治影响不可小觑。国际动态方面，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即便包括中立国瑞士也积极响应。随着欧盟启动对俄罗斯的第18项制裁法案，瑞士政府同步效仿，不仅将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下调至每桶 47.6 美元，还将14名个人和41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瑞士的资产，并禁止入境或过境。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正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弥补美国可能减少军援带来的影响。据卫报报道，在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下，德国、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各自出资5亿美元采购美制武器，其他国家也纷纷提供不同金额支持，确保乌克兰获得欧洲本土无法提供的关键装备。具体援助中，包括捷克政府通过炮弹计划向乌克兰交付了100万发大口径炮弹，乌克兰从保加利亚获得至少3架米24磁陆武装直升机，这些直升机由不久前飞离基辅的安124大型运输机运抵，该运输机成为乌克兰抵抗和坚韧的象征。此外，德国无人系统制造商 Quantum Systems 交付了新型 Vector AI 无人机，配备人工智慧与声学火炮探测系统，续航4小时，可探测15公里外的炮声和 2.5 公里外的枪声，为乌克兰炮兵提供显著战术优势。然而，欧洲对俄制裁尚未实现全面禁运，部分高技术设备仍通过灰色渠道流入俄罗斯。南德意志报报道称，德国慕尼黑附近机床制造商 Spinner 公司涉嫌违反制裁，向俄罗斯出口总价值约550万欧元的20多台高精度机床，3名员工已被起诉。这些机床经波兰、白俄罗斯、土耳其、乌兹别克等国辗转进入俄罗斯。德国检方发现公司董事声称购买方是乌兹别克农机厂商，但后者否认。此外，据内幕杂志和日本经济产业省消息，战争3年后，俄罗斯进口的军事用途产品锐减，但西方高技术机床仍通过第三国流入俄罗斯。日本超过300台经上机床被卖出后下落不明，其中约30台被发现位于俄罗斯境内。预计日本政府将要求出口机床加装定位晶圆，并确保远程锁定功能。制裁漏洞不仅限于军工产品，还涉及其他领域。例如，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欧足总向俄罗斯足球俱乐部发放了1080万英镑团结援助金，以补偿其无法参加国际比赛。但同样位于战区的5家乌克兰足球俱乐部却未获得相应援助，这一安排引发外界质疑。整体来看，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坚定，但制裁和援助在执行上仍面临技术和制度上的挑战。近期，一则关于俄罗斯与亚塞拜然关系的新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8月10日前后，多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及亲政府媒体在节目中公开讨论对亚塞拜然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亚塞拜然外交部迅速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声明回应，指出亚军并非像俄方那样从监狱召集的部队，任何威胁行动都只会落得残兵败将的下场，并强调亚塞拜然的军力与装备总量已超过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全部部署。亚方的强硬回应被包括俄塔斯社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亚塞拜然舆论甚至嘲笑俄军正在被乌克兰人一批批消灭。
有议员更建议在靠近俄边境的哈奇马兹地区建立北约军事基地。亚塞拜然底气来源于其实力，现役部队约 6.8 万人，一级预备役31万，战时可动员40万兵力，且有高原作战、电子战及无人机实战经验。陆军拥有470辆 T90S 及 T72MBI 主战坦克，约1000辆沙猫步兵战车，自行火炮型号先进，并具备射程200到300公里的远程打击能力。空军除100余架苏式战机外，还配备40架中国枭龙3战机及多型超视距空导弹。此外，土耳其在亚塞拜然驻有约 2.5 万陆军和72架 F-16 战机，战时可提供至少20万兵力支援，甚至可能直接参战。土耳其作为北约第2大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若卷入冲突，将与亚方组成逾100万人的联军。相比之下，俄军在高加索地区兵力不足8万，还需分心应对车臣、达吉斯坦、印古什等地的分离主义动向。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与亚塞拜然关系近期改善，并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这使俄方在南高加索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收缩。一旦与亚塞拜然开战，等同于同时对抗亚土两国，并可能引发北约在军事物资与情报上的全力支援。土耳其境内还部署有美国 B-60-12战术核弹，具备与俄形成战略威慑的条件。南高加索对俄罗斯意义重大，它既是抗击外部势力的最后屏障，也是遏制泛突厥力量东扩的关键节点。若失守，土耳其为首的突厥体系将与中亚多国直接连通，对俄影响力形成全方位挤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深陷消耗，使其无力维持传统势力范围，南高加索的多米诺骨牌或将接连倒下，突厥力量与俄罗斯的碰撞迟早会爆发。而这一切源于一个根本原因：野心若与实力不符，结局多已注定。新格局虽意味着一个昔日大国的衰落，但也可能为其他地区势力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